有什么好处吗？我给本王绣个荷包。叶玄锦先一步开口。明日来景王府，本王亲自看着你绣。那只恶犬似乎听到了声音，一只爪子已经攀上了马车，跳了上来，作势就要冲进来。慕幽月是真的怕狗啊，虽然一拳就能打死这条狗，可心理阴影真的很难克服。那只恶犬忽然冲了进来，慕幽月下意识地往旁边一躲，竟然直接坐到了叶玄锦的腿上。对上叶玄锦染满笑意的视线后，慕幽月知道自己今晚是阴沟里翻船了。果然，叶玄锦那张嘴又开始不饶人。难道甜甜想用别的方式？说完有些为难。这不太好吧？这不变成本王给你好处了吗？叶玄锦，你能闭嘴吗？慕幽月被他这话竟弄得有些脸红起来。这人说起话怎么没羞没臊啊？恶犬张着嘴朝慕幽月扑过来，慕幽月再也管不了其他了，慌乱中搂住了叶玄锦的脖子。哎，绣荷包，绣荷包！一言为定。先把狗赶走。叶玄锦轻轻地挥挥手，近在咫尺的恶犬被他一下子掀出了马车，而后拍了拍慕幽月的后背，语气温和：别怕，走了。慕幽月回神，第一时间跳出叶玄锦的怀里，脸蛋还有些微红。他刚刚都做了什么呀？原地，叶陆言和云清看着满大街的狗，轮到他们头疼了。放狗容易送狗难，何况还是整个狗场里的狗。正头疼时，远处传来一群人骂骂咧咧的声音：兄弟们，偷狗贼就在前面，抄家伙！偷我们狗场里的狗，我打死你们两个不要脸的偷狗贼！忙活了一整夜，有人欢喜有人愁。小叶，昨晚多亏了你啊！话说你是怎么知道城内居然有狗场的？我虽然不在京城，但这里的地势我熟啊。原来是这样。聊着聊着，叶陆言忽然觉得后脑勺凉飕飕的，一回头，叶陆言尴尬的笑笑：那什么，云清找你。木姑娘，请。你们两个可以呀，回来再揍你。遵命。走吧。云清，我们小姐还没用早膳呢，别饿着她。放心吧，小叶。还挺早。可不是，木姑娘刚起身就来了，连早膳都没吃呢。叶玄锦扫了眼云清，云清会意。备上。不一会儿，桌上的绣线暂时被摆到一边，取而代之的是一大桌的早膳。吃吧，吃饱了才有力气干活。叶玄锦拿出先前那个桃花香包，毫不客气地说：就按这个绣。随后又补充一句：上面的字也要。这不合适吧？你知道不合适，还送我？见他一副气呼呼的样子，叶玄锦安慰道：没事，慢慢来。本王相信甜甜做什么都能做得很好。你也太看得起我了。叶玄锦气定神闲地喝了口茶，一副不慌不忙的样子。慕幽月没再开口，只想赶紧把香包做完回家，但看到那堆绣线就开始头大起来。和你商量件事情。你说。我画个桃花上去行吗？不行。叶玄锦，你最好没有求我的时候。慕幽月气呼呼地重新拿过一块布料，然后开始穿针引线。穿针的过程由于针眼太小，慕幽月穿了好几次都没穿进去，似乎是连叶玄锦都看不下去了，忽地起身站了起来。慕幽月还在专注地穿针，身后笼罩了一团阴影过来，下一刻双手被人握住。叶玄锦悦耳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：是不是要给你换成头发丝才行？叶玄锦就这样握住他的手，轻松地帮他穿好了针线。好了。叶玄锦，你能不能换个东西？也不是不可。除了绣花什么都好说。给本王当半年贴身护卫。叶玄锦说出要求。
穆幽月脸上收起笑意，继续低头绣花。左右都没好事儿，眼看着天都快黑了，云清走近通报了一声：殿下，穆二少来了。我二哥一定是来接我回家了，那我先回去了啊。叶玄锦却轻声一笑，手一挥，竹林涌动，竟将他圈了起来。锦王，何事？叶玄锦走了出来，和穆星泽交谈。哎呦我去，给你厉害的，还会绣花呢。哇，主人好厉害噻！你们谁会绣花？小胖，帮我绣一会儿。不是，我寻思你叫我吓吓人还好，绣花这玩意儿，你看我这手指粗的跟个大萝卜似的，也不是绣花的料啊。要不你让红姐来吧，她指定行。没事儿，你按照这个轮廓来绣就行。加油，我看好你哦。胖幽灵哭唧唧，最后拉着瘦幽灵和弱幽灵一起，你一针我一针的。主人，你这样下去可不行。怎么了？你还没嫁过来呢，就成了夫管严，以后咋办呢？我要是你，我就撂挑子不干了，他能把我咋地吧？这一天天的让你干这干那的，他咋不上天呢？实在要是不行的话，你就听你爹的，毒死他算了。胖幽灵说着，瞥见穆幽月的身后，忽地吓得扭回了头。其实人小两口这样也挺好的，瞧把我给嫉妒的，我这颗丑陋的心。穆幽月感觉到了身后的动静，默默地用御灵网把炮英灵他们收了起来。甜甜又想毒死我吗？穆幽月心急着走，绣了几针后，手指被针尖给刺了一下，刺得有点深，血珠不断地从指尖冒出，落在了绣盘上。这时一只手伸过来，握住了他的手指。穆幽月心里一怔，抬眸便见叶玄锦低头看了眼他的手上的伤口，而后拿出一张干净的帕子，神情专注的一下又一下的擦拭着他手指上的血。甜甜的血很珍贵，要好好保护才是。这一刻，一股无名的感觉在穆幽月的心间弥漫开，最后有些不自在的抽回手。没有流血了。好了，今日就到这里。就到。穆幽月捕捉到了关键词，叶玄锦唇角带着浅浅的弧度。明日继续。出了院子，奏折实在是太多了，正要离家出走。姐姐，今天朕还能住你那里吗？轩宇朝他撒娇。穆幽月想了想，刚要说可以。住我这里。啊，叔叔，可是我想和姐姐一起住。男女授受不亲。可是之前也住过啊。男女授受不亲。穆幽月趁他俩拌嘴时先溜了。叔叔，这是什么呀？甜甜给我的，你没有。他是不是喜欢叔叔，不喜欢我了呀？或许是吧。那叔叔也喜欢姐姐吗？小孩子别管大人的事。悠悠，累了吧？我给你揉揉手臂。叶陆言，你是不是收了叶玄锦什么好处？啊？什么意思啊？你们这是吵架了吗？我和叶玄锦不是你想那种关系。啊？总之，以后不要乱撮合我和叶玄锦。好的，那我还是听你的吧。对了，我刚刚回来时碰见骊山了。这个女的，当初擂台赛的时候拽得和什么似的。我当时如果打输给她了，她今天才不会向你低头呢。有阴谋，绝对有阴谋。悠悠，你可别被她给骗了，这种女人假惺惺的。我当然不会轻信她的话。这就对了，来，我继续给你捏捏手臂。今天战果怎么样？叶陆言看他这样，嘀咕一声：原来景王这么不会疼人啊！悠悠，我忽然有个好办法。什么办法？叶陆言，你确定这样真的可以吗？穆幽月看着自己两只手被包得像粽子一样，有些怀疑人生。可以啊，看起来好可怜，一看就是受了重伤的样子。受了重伤还怎么绣花呢？你说是吧？不一会儿，云清准时出现在出云院里。
这阵仗把云清吓了一跳。小叶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小姐她昨晚练铁砂掌，不小心把双手都烫伤了，我好心疼她。铁砂掌？你看看，手都伤成那样了。天哪，竟然伤得那么重，看大夫没有？三少爷一会儿就回家了呢。那就好，让穆小姐好好休息，我先回去复命了啊。云清赶着回去，把这件大事禀报给叶璇锦。怎么样，我这个办法好不好？这时，外面又有脚步声传来。你好啊，悠悠二哥。陆言，甜甜呢？在房间里面休息呢。小三回府了，小四今天也空闲着，我们兄妹几个好久没聚了。小四提议去游湖。啊，游湖啊，那一定很好玩。你也一起去吧。那我去通知悠悠。跑回屋里征求穆幽月的意见。悠悠，去游湖吧。好。殿下，属下刚刚去过丞相府，穆小姐受伤了。叶璇锦今日特意换了个地方，此刻坐在一艘豪华大船的船舱内，看着桌面上摆放着昨日绣了一半的绣盘，原本平和的眼眸划过几分不易察觉的担忧。伤哪里了？听小叶说，是昨晚练的铁砂掌，把双手都烫坏了。铁砂掌？是啊，属下去的时候，穆小姐双手都被包了起来，伤得特别严重呢，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。须臾，叶璇锦起身往船舱外走去。这小怪物还真是让人不省心呢。刚走到船舱，还未来得及走出去，便听到岸边传来一阵嘻嘻哈哈的声音。悠悠，快点！哇，这个船好大，我真的好久没有游湖过了。来了。船舱内，叶璇锦默默地撤回身子，往云清看了眼。云清此刻也懵了，完了，前途不保啊！穆小姐，你可真把我坑死了！你骗人就骗人，你好歹换个地方玩啊！怎么还偏偏撞上来了？这不要命吗？再偷偷看一眼叶璇锦，果然殿下的脸更黑了。跟上。小叶，既然是一起出来玩的，你就别拘束了。多谢二少爷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大哥什么时候回来啊？快了，也就半个月时间。爹爹之前就已经把找到你的事儿休书给了大哥，想必大哥会比原定的时间还要早回来。哇，好羡慕小姐啊，有那么多哥哥保护着。你不还有我吗？对啊，我最喜欢小姐了。叶陆言又堆上笑脸，嘚瑟地拿出自己提前准备好的核桃。悠悠，吃核桃吗？说完，准备去找剥核桃的工具。哎呀，忘记带了。我来帮你吧。说罢，拿了几个核桃出来，放在桌上，一掌拍了下去，核桃当场被砸了个稀碎。顺便帮我妹砸一些。我还带了花生呢。叶陆言又拿出一兜子花生来，穆幽月又拍碎一堆，然后把花生肉挑出来给叶陆言。今天这个湖上船还挺少的，就只有2艘船。天气热，出来的人比较少吧？穆星泽点点头。不过今天还挺凉快的呀。不远处的船舱内，叶璇锦从他的角度透过对面的窗户，可以清楚见到穆幽月在做什么。那双手还真是灵活呀。撞上去。哎呦，穆二少，怎么是你们呢？云清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殿下今日在此游湖，刚刚那个不长眼的船夫操作不慎，撞上了你们。我正出来看看情况呢，没想到是穆二少。你没事吧？没打扰你们吧？没事儿，一场误会。那你继续吧，不打扰穆二少了。云清说着，正准备回船舱时，余光瞥到某一处，一声惊呼：糟糕，殿下的船怎么漏了个大洞啊？云清，快请锦王到我们船上来。好嘞。穆星泽回到船舱内。三哥，发生什么事了？真是巧了，隔壁竟然是锦王殿下的船，他今日也在这里游湖呢。不过他的船撞了个洞，
我怕出事儿，请他来我们船上了。还在拍核桃的穆星月忽然僵住了，叶陆言整个人也傻了，哆嗦的说不出一句利索的话。景王来了，赶紧的！叶陆言忽的就把带来的包袱撕成两半，二话不说就往穆幽月的手上缠去。穆星泽、穆舒言和穆景玉都呆了。你们……正说着，一道风光霁月的身影已经走了进来。景王，本王没有打扰你们吧？怎么会呢？景王先坐吧。叶玄锦礼貌的道谢，坐了下来。天天，你把手抱起来干嘛？我有点冷。我们先用午膳嘛。穆小姐的手还冷吗？叶玄锦眯了眯眼，朝穆幽月开口。穆幽月双手握了握拳，硬着头皮。有点儿。话落，一双筷子伸到他嘴边，上面夹着一块排骨。穆幽月朝筷子的来源看去，便见叶玄锦眸色平静坦然。本王喂你。此刻穆幽月看着嘴边的排骨，当场就炸毛了。大奸臣果然配得上这个奸字。穆幽月三下两下把手上的布给取了，皮笑肉不笑。多谢景王，我自己来。好，手好了。二少爷、三少爷、四少爷，你们也快吃吧。与此同时，一艘小船也正迅速地飘向湖面。石敏，那兔崽子真的在那艘船上吗？师父，小师妹现在和几位兄长在聚，我们还是不要打扰吧。谁说我要打扰他了？我就是来看看他那几位兄长对他怎么样。自从回了家，都不来看我了。石敏，你瞧瞧，那几位小哥长得多标致啊！他们穆家的人从小就喝仙露的吧？怎么长得一个比一个好看？难怪兔崽子敢在为师面前自称仙女呢。唉，年轻真好啊。师父也很年轻。就你会哄我高兴，老了就是老了。走吧，先回岸边，让这兔崽子啊再逍遥几日。等过几日，为师亲自去拧这个兔崽子的耳朵。小船飘走时，叶玄锦目光随意地往外瞥了眼，当瞥见石敏的侧脸时，眼神泛起忧色。这小子竟然跟来了，还不死心吗？用完午膳，磨人煎熬的油壶也就此结束。我不想绣花，不想做手工活。不想就不想，我还能拿刀架在你脖子上不成？叶玄锦走近一步，手指轻轻卷住他一缕发丝，在指尖揉捻着。很喜欢他。谁？穆幽月被问懵了，不知道叶玄锦口中的他指的是谁。叶玄锦却松开他的发丝，心中却有股不甘在作祟。穆幽月没等他叶玄锦的回话，叶玄锦只留给他一个背影。原地，穆幽月总觉得这人又开始莫名其妙，说的话他竟然一点都听不懂。走上去。你去哪里？杀人。啊！听到这大奸臣要去杀人，穆幽月的脚步止住了。叶玄锦走了一段距离，发觉身后没动静，回眸看了一眼，空空如也。小没良心的，竟然一点也不关心。这京城永远都这般热闹。伴随着女人娇嗔的语调，石敏轻轻的笑声也跟着传来。叶玄锦眸底云雾笼罩，薄唇抿成了一条直线，显示此刻的不悦。罢了，还是让小怪物亲自来看看自己喜欢的究竟是个什么狗东西。丞相府。穆幽月回去后，三道审视的目光落在他身上。天天，什么情况啊？就普通朋友啊。不见得吧。好了，此事相信甜甜自己有分寸，我们也不要过多干涉了。甜甜，先去休息会吧。穆幽月回到房间，毫无防备地推开房门，吓了一跳。某个前不久还说要去杀人的男人，这会儿正端坐在他的房间里。怎么来杀我的？磨刀吧。刚磨过。不错，目光很长远。说罢，站了起来，一步步朝穆幽月走近。穆幽月手中的刀紧了紧，
待叶玄锦走到他面前时，两人的距离很近，叶玄锦却忽地俯下身，目光直勾勾地看着慕悠月的双眼。距离贴得太近，可以感受到彼此的呼吸声。你在看什么？本王在看你的眼睛。我白瞎了一双大眼睛。带上刀，跟我走。景王殿下。叶陆言目光又落在叶玄锦的手上，这会儿正拉着慕悠月的手腕。这时慕星泽恰好进出于院，想找慕悠月说点事情，进门撞见了这一幕。那个景王啊。慕悠月被看得不自在，甩手挣脱了叶玄锦。我在后面等你。说罢先一步跳出高墙，刚站定便碰见了朝这里而来的石冕。师兄，这么巧啊，我正好要来找你。师兄，你怎么突然来京城了？师妹，你给师父的那封信是怎么回事？认真的？是啊，我可是绞尽脑汁才想出来的。你是在和我开玩笑吧？我没有和你开玩笑啊，我发誓苍天为证，日月为鉴，我是认真的。慕悠月说着还把手举到头顶。叶玄锦来的时候完整的听到了慕悠月最后的一句话。当他见到慕悠月面前站着的男人，以及慕悠月正对着对方袒露的真心，叶玄锦当场气得磨牙。这狗东西刚应付完另一个女人，现在还敢来找小怪物。清风拂过，石冕正想说话时，一股强大的杀气朝他袭来，一片竹叶快如闪电地扫向他的眉心，速度太快，慕悠月和石冕都惊了一下。危险关头，慕悠月推了石冕一把，躲过了竹叶的攻击。那片竹叶落到了石冕身后的高墙上，狠狠地嵌了进去，墙体瞬间裂开了几道缝隙。慕悠月回过身，见后面站着叶玄锦，气恼道：叶玄锦，你干什么？你就真的那么喜欢他？你在胡说八道什么呀？苍天为证，日月为鉴。哼，倒是比那8个字有分量多了。而在这一刻，叶玄锦也清晰地感受到自己的情绪在渐渐不受自己控制，对他来说并不是一个很好的现象。可现在他就偏要做一个十足的恶人，一恶到底。景王，你是不是误会了什么？石冕不开口还好，一开口在叶玄锦听来大有示威的架势，特别是慕悠月还站在石冕的身边。慕悠月，过来。你今天到底受什么刺激了？见他没动，叶玄锦眸光淡薄透骨地睨着他，半晌终是放低了姿态。你为什么要给他写信？写信？慕悠月抿唇，默默地把所有的碎片完整地串联了起来。叶玄锦以为那封信是他给师兄写的，可是这关叶玄锦什么事儿啊？他为什么要如此生气，还要杀师兄呢？就在这时，一道鬼魅的身影凌空而来，一袭白衣，身姿飘渺轻逸，稳稳地落在石冕的身边。这里真热闹呢。师父。已经做好杀人准备的叶玄锦身子一僵，不可思议地往慕悠月看去。师父，师父，你怎么出来了？你小子的功夫都是为师教的，偷溜出来，真当为师察觉不到吗？还有你，小兔崽子！师父。哟，石冕，你听听，仙女管我叫师父呢，是不是我耳朵出问题了呀？仙女？怎么不承认了呀？你那信上不是明明白白的写着你是我得不到的仙女吗？女子说着从衣袖里掏出一封皱巴巴的信，一旁的叶玄锦忽然有股不祥的预感。当慕悠月接过信，叶玄锦瞟了一眼，只见那熟悉的笔迹后，脑子有一瞬间是空的。师父、师兄、师妹、信件。师父，这个不是我写的呀。这不是你让石冕交给我的吗？现在不承认了？真不是我写的，这字迹不是我。慕悠月说着说着，忽然觉得这字迹有些眼熟。
默默地往身侧的叶玄锦看了一眼。叶玄锦，你这个大奸臣，无耻！要是让老娘知道这是谁的恶作剧，老娘第一个撕了他！你这个兔崽子，下山这么久，一点也不想为师的吗？想啊，当然想师傅，只是手边事情太多，暂时抽不开身。行吧，暂时原谅你了。不过，要是有事你就放手去做，天塌了，为师给你撑着。